几乎每天都喝绿茶的人呢，罹患这5种慢性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对健康是有加分效果的哦。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绿茶呢当做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哦。绿茶里面含有多重的抗氧化、抗发炎、抗菌、抗癌，还有抗血栓跟抗肿瘤这样的活性成分，的确是可以改善多项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方面的危险因素，并且在一些观察性的研究呢，跟较低的死亡率，还有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联的。大家好，我今天来跟大家谈谈绿茶对长寿到底有没有帮助。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踊跃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呢？如果你有喝绿茶的经验，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1；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喝过绿茶的话，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0。今天的内容呢，不管你有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对你的健康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请大家一定要把我们今天的节目看到最后，你会受益很多的哦。再来跟大家复习一下，绿茶跟其他茶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绿茶是一种没有经过发酵处理的茶叶哦，所以它保留了非常完整的天然活性成分。我们平常喝的乌龙茶是半发酵的，红茶是全发酵的，而绿茶呢，因为没有经过发酵，所以里面的儿茶素含量是最高的哈。儿茶素是什么呢？就是绿茶里面最主要的一种多酚类抗氧化物质，英文叫做 catechin， 其中最厉害的一种叫做 EGCG， 也就是表酶实子儿茶素酶实子酸酯哦。听起来很复杂对吧？但是你只需要记住，它就是绿茶里面最关键的健康成分就好了哈。那喝绿茶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呢？其实有些朋友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喝了之后可能会睡不着觉，或者是胃部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是正常的哦。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可以选择在饭后喝，或者选择低咖啡因的绿茶品种，这样子对肠胃的刺激会小很多的哦。2020年呢，在欧洲营养学期刊上面有一篇日本的研究哈，题目是绿茶摄取量与日本老年人全死因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一项前瞻性世代研究，就是喝绿茶到底有没有办法降低死亡率。重点整理如下。第一个，之前已经有很多体内和体外的实验告诉我们，绿茶里面的儿茶素具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但是在高龄族群当中，喝绿茶跟死亡率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以前的研究数据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哦。好，那这个研究呢，在日本招募了将近42000名的中老年受试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66岁。研究团队收集了这些受试者在纳入研究时的饮茶频率，并且追踪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者把受试者分成几组，一组是几乎每天都喝，每天喝5杯以上的，一组是每天喝1到2杯的，还有一组是几乎不喝或者很少喝的。结果发现，每天喝绿茶5杯以上的人呢，跟很少喝绿茶的人相比，他们的全死因死亡率明显更低，存活时间也更长哦。绿茶的摄取量跟全死因死亡率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喝绿茶越多的人，死亡率越低哈。这个研究证实了喝绿茶的确是可以帮助降低死亡风险的哦。2023年呢，在营养学前沿期刊上面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绿茶饮用模式与多种慢性病发生风险的关联，来自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证据。这个研究不是要探讨死亡率的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喝绿茶跟慢性病发生率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以亚洲人群为主的大型研究，因为亚洲人喝绿茶的习惯本来就比西方人普遍很多哦。那他们所涵盖的慢性病种类包括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跟心血管疾病，总共5大类。研究团队追踪了超过10万名受试者，追踪时间将近8年，结果他们发现，几乎每天都喝绿茶的人呢，罹患这5种慢性病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养成喝绿茶的饮食习惯，对于这5种常见慢性病呢，有显著的全面性的保护效果哦。2021年呢，有一篇系统回顾跟统合分析，专门在研究绿茶对消化道癌症的保护作用，题目是绿茶摄取量与消化道癌症风险的关联性与作用机制，一项系统回顾与统合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绿茶的摄取跟胃癌风险的降低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绿茶里面含有丰富的有机多酚类化合物，
其中 EGCG 这个成分可能直接参与肿瘤细胞周期的调控，同时也会促进肿瘤细胞走向凋亡的途径。简单说就是让癌细胞自己消灭自己哦。除此之外，绿茶里面的儿茶素还具有明显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体内自由基对细胞 DNA 的伤害，从源头上面降低细胞癌变的可能性。这个研究确认了绿茶的摄取跟胃癌还有大肠直肠癌风险降低是有明显关联的，而且研究团队推测，绿茶里面的多种活性成分可能是同时借由好几条不同的分子途径来一起发挥降低消化道癌症风险的效果哦。目前的科学证据显示，绿茶里面含有多重的抗氧化、抗发炎、抗菌、抗癌，还有抗血栓跟抗肿瘤这样的活性成分，的确是可以改善多项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方面的危险因素，并且在一些观察性的研究当中呢，跟较低的死亡率还有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明显关联的哦。当然，我们也要客观说明一下，目前大部分的证据是来自于观察性研究，也就是我们去追踪有喝绿茶跟没有喝绿茶的人群，然后比较他们的健康结果。这类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关联，但是不一定能够100%确认因果关系，这一点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哦。那喝绿茶一定就会长寿吗？当然是未必嘛。你减少了慢性病风险，降低了癌症发生率，就一定能长寿吗？当然也未必嘛，因为寿命的长短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影响哦。比如说遗传、生活习惯、压力程度、睡眠质量，还有没有定期做健康检查，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养成喝绿茶的习惯对整体健康还是有加分效果的哦。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绿茶当做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来看待哦。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大量饮用，或者是以高浓度绿茶萃取物的形式补充的话，最好还是在专业医师的建议跟指导之下来进行哦。而且要特别注意跟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因为绿茶本身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抗血栓效果。如果你同时在服用抗凝血药物或者是阿司匹林的话，大量摄取绿茶萃取物可能会让出血的风险增加哦。另外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你近期有手术的安排，那么含有高浓度绿茶成分的保健食品或者是萃取物，建议要在手术前至少停用3天到1个礼拜的时间哦。这样子可以避免手术过程当中出血不容易止住，或者是术后出现比较严重的淤青跟血肿的情况，这一点务必要小心注意哦。还有一点就是绿茶里面含有咖啡因，有失眠困扰的朋友或者是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妈妈们，在摄取量上面也要特别注意，最好先咨询一下你的医师或者营养师哦。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收获的话，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获取我们最新的健康资讯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请在下面帮我们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健康科普内容感到兴趣，想要持续获得最新的讯息，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回见哦。